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双许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一集想要来分享在熊本租车的相关资讯。其实这一次我们去熊本之前花了很多时间做功课，一直在考虑说到底是要做大众交通运输还是自驾租车。当然我们最后选择租车，主要还是在时间上更有弹性以及更方便。所以如果你刚好也准备要去熊本玩，也打算要租车的话，这一集有详细的攻略，最后我也有分享总花费哦。影片开始之前请先帮我点个赞啦，看完影片有喜欢可以帮我订阅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。还有帮我动动手指，在留言处往左滑热推一下我的影片吧。首先想要在日本租车，一定要准备护照、台湾汽车驾照、汽车驾照的日文译本，这三个缺一不可。另外，台湾驾照跟日文译本的有效期限需要是一致的。虽然现在台湾是免换照的制度，但日本蛮多租车公司还是会对照译本，所以建议如果要租车的朋友，可以趁着去监理所办日文译本的时候同步更换驾照哦。这次租车我们是选择 Nippon Rent-A-Car， 建议确认好行程之后，提前半年预定，比较不会遇到没有车的状况。想要预定就上 Nippon Rent-A-Car 的官网，都有中文，填写你要取车的地点，可以选择机场附近去挑选会比较快。像我们这次是选择在熊本机场附近取车，至于还车可以选择同站还，或是像我们一样最后选择在熊本市区的营业所归还。选单里面都可以点进去看地点资讯，我觉得蛮清楚的。车型的话就依照各自的需求人数选择，再来就是选择日期跟时间，时间上要特别注意每一间营业所的营业时间会有不同。接下来就会跳出这一段时间可以租用的车型跟方案，价格也都会显示出来。像我们那一次12月去，因为怕会下雪，或是有部分路段会限制要有雪胎才可以进入，所以我们有特别租用有雪胎的车，可以在上面去做选择。当然雪胎一定会比较贵，选好之后就下一步，接下来就可以选择一些加购的内容，像是有没有需要额外租用 ETC 卡片或是婴儿座椅等等，都在这边可以另外加选。再来就是保险的部分了，毕竟在日本开车难免会比较不熟悉，所以建议在日本租车还是把保险保起来哦。下一步就是填写个人资料，记得驾驶人的名字一定要跟你护照跟日文译本上是一样的，这边大家输入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。接下来 email 的部分也一定要填写正确，因为最后会收到订单完成的通知，最后就会到刷卡的画面啦。这边会显示如果取消的费用计算逻辑是什么，这边的刷卡只是预刷，并不会实际请款。想特别分享一个是我们在去年9月的时候就上网订车，在Nippon Rent-A-Car 的中文网站怎么样都订不到有雪胎的车，所以我就想说那不然我去日本网站上面看看，结果居然在日本网站上就有雪胎的车，这点真的很奇怪。我当时问店员，他们也回答不出来为什么。那时候我就在日本网站上面订的时候居然还有特价，想说哇这是因祸得福吗？也太幸运了吧，反正我就这样订了。结果在实际取车的时候，店员就会跟你说不好意思，这个优惠是只适用于有日本当地驾照的人才可以使用，所以就要用原价跟我们收取费用。虽然一开始我在网络上面就有看到类似的文章分享，也有心理准备，但是因为当时是真的租不到雪胎的车，我们才出此下策。这个经验也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总之最后订购完成之后，就会收到预约番号的 email， 就代表预约完成啦。从熊本机场过完海关出来，就会来到这个出口，取车的地方就要往左边走，就是往 Talis Cafe 的方向。继续往前走就会先来到餐厅区，这边上次也有稍微介绍。继续往前走也会来到游览车停车场的方向，再继续往前走就会抵达租车公司柜台的区域，这边都会有标示，不会太难找。进来之后就是看你这一次租车的公司是哪一间，记得要看他们的 logo。像我们以这一次 Nippon Rent-A-Car 为例，这里的柜台只是做初步报到的程序而已，就出示你的 email 订单，他会初步检核一下你的护照资料，就会拿到这个号码牌跟订单资料夹，就可以继续往前去搭乘接驳车。接驳车都是有需求柜台才会呼叫车子，所以要稍微等待5分钟左右。
接驳车来了之后，大哥会先帮你把行李上车，把刚刚拿到的资料夹给他就可以咯。从熊本机场到你碰 Rent a Car 的营业所大约是5分钟的路程，有接驳车这点是真的很方便。如果还车是在机场的话，也可以搭乘接驳车回来哦。抵达营业所之后，就可以带着你的号码牌进到柜台去做正式的租车程序。这里就要出示护照、日文译本、台湾驾照，他们会把资料 copy 一份，同时也会请你填写一些资料同意书等等，这边都会有中文，所以不用太担心。不过资料要用英文填写就是。就像前面刚刚讲的，我们一开始租的是日本人专属的优惠方案，但我们不是拿日本驾照，所以他们也很贴心的把2个价钱都标示给我们看，真的是差很多。最后都签完资料之后就可以正式取车啦。虽然我们这一次已经有买了全险，但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，我自己习惯还是会把车子的整个外观再检查一次，有任何毁损的部分都先立即跟店员反映，他也会同步记录下来。最好的状况是把车子内内外外都录影一次，保护自己的权利。最后店员也会跟你说，这台车的加油规范都会在这个本子上，都是有中文的，也会放在车内给你参考。最后还车的时候就更简单啦，他们会确认油有没有加满，稍微检查一下有没有很大的碰撞，都没有的话就还车刷卡付款。我们这一次选择 SS 的方案，租到的是 Toyota 的 Yaris。其实真的是小小一台，以我们2个人来说是非常够，基本上都算是新车，所以该有的功能都有。前座其实也不会到太挤，取车的时候可以同步确认一下油是不是满的，如果不是就要立即反应。这台 Yaris 是有支援 CarPlay， 建议可以带 Type-C 的线，直接连手机会更快速，当然也是可以用蓝牙连接。有 CarPlay 功能就可以用手机的 Google 导航或是放音乐，真的非常方便。再来车内的空间，像我们这一次2个29寸行李箱，把后座整个摊平放是没问题的。但如果后座要坐人的话，行李箱的空间是会不足的，这点大家在预定租车的话要特别考量一下。由于日本是右驾，驾驶的方向跟台湾不太一样，像是左右转是最大的差异。这点如果平常有在开车的朋友，稍微开一段路蛮快就可以熟悉的。只是像我们这一次在九州开蛮多山路的，山路多半都是只有单向车道，但提醒一下，山路的部分就是尽量慢慢开，或者是在这种田间小路，通常路口是没有设置红绿灯，过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，要放慢速度，然后要多注意来车。还有在九州地区很多地方或路段是整条路没有路灯，晚上的时候真的会超级暗，如果刚好在晚上开车的话，真的要特别的小心注意。在九州自驾一定会碰到需要开高速公路的路段，日本高速公路是在交流道上下的地方设置收费站，如果跟我们一样没有额外租用 ETC 卡片，就要走一般的通道，上交流道的时候抽通行券，通行券上会显示你是从哪一个交流道上来，下交流道的时候就会用这个来计费。九州的收费站有分为人工跟自助收费，人工的话就是把通行券给收费员，右前方的萤幕会显示本次的通行费用，用现金或是刷卡都可以付款。如果遇到自助，其实也不会太难，上面有编号步骤，把通行券插入之后，萤幕就会显示本次的通行费用，把钱投入机器就可以完成了，机器也会找零，不用太担心。日本的加油站有分为人工与自助，自助的话，由于界面没有中文，就是用图片的方式来看，自助可以接受现金或是刷卡。下一步就是选择要加的油款，油款分为红色 Regular、黄色98、绿色柴油，要依照租车公司的规定油款来加，可以选择定额加油或是直接加满，选好之后就投币付款，就可以取油枪来加油啦，其实真的蛮简单的。最后就来分享一下这一次自驾的花费。先讲一下，我们这一次的行程是从熊本机场出发，经过阿苏汤布院，再往南走到宫崎日南，再往西走到雾岛，再一路向北回到熊本市区。这一次总共开了771公里，
以上就是我们自驾的费用，包含租车、高速公路过路费、油资、停车费等等，大约是14000多块台币。其实自驾通常不会比较便宜，但如果你希望旅程上有更多的弹性跟方便程度，或是希望探索大众交通比较难抵达的地方，自驾就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以上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咯。如果只是待在熊本市区玩，基本上熊本路面电车是一定会使用的大众交通运输。路面电车都是在路中间的月台搭乘，跟台湾的轻轨很类似。路面电车有分为 A 店、B 店，也就是2条路线的选择。搭乘的时候就看好自己要去的方向。不同方向搭乘的月台也会不同，就要稍微看一下路牌的指示。搭车的话，从后门上车，前门下车，车内就是很复古的风情。驾驶员的旁边会有萤幕显示下一站的资讯。如果要下车的话，记得要按下车铃。下车付款的话，最建议的方式是用信用卡，实体卡片感应或者是 Apple Pay 都可以，但 Mastercard 是不行的。交通卡也只接受熊本熊 IC 卡，其他 Suica、Pasmo 都不行，或是用现金也 OK。另外，依照熊本市电官网公告，在2025年2月28之前，用信用卡感应付款，一天收费最高上限是300日元，也就是说，用信用卡就能达成1日无限搭乘的概念。这个政策会不会持续，就要继续看官方后续的公告咯。今天的最后，想要来分享一下从熊本市区到熊本机场的交通方式。像我们这一次是住在新岛町站附近，旁边就是樱町巴士总站。从大门进来就会看到像台北转运站的地方。如果要搭乘巴士回机场，不用再上楼，继续往前走，找到6号月台，就会看到有写往熊本空港的方向。在这边就可以搭乘巴士回到机场，真的非常非常方便。巴士的时刻表也提供给大家参考，路线图跟时刻表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。另外搭车不用先购票，可以在下车的时候用信用卡感应支付，或是用熊本熊 IC 卡现金都可以。从樱町巴士总站到熊本机场行车时间大约是50分钟，单次搭乘是1000日元。基本上我觉得是非常方便，行李也不用搬上搬下，都在平面解决，推荐给大家。好啦，这次9州熊本自由行的连载告一段落啦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订阅、按赞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我也会持续分享国内外好玩好拍的景点以及好吃的美食哦。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看更多美食旅游的分享。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